女孩的身体融进了沙发里。这起毛骨悚然的案件发生在2022年1月3日。这天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斯拉特小镇中文译屠宰小镇接到的一通报案电话，让这起案件渐为人知。接到报警后，警车与救护车火速赶往案发现场。那是一栋外观整洁气派的房子，草坪修剪整齐，屋顶与外墙一尘不染，任谁也想不到屋内竟藏着地狱般的景象。随着救护人员深入房屋，一股混杂着腐烂、粪便与臭虫的恶臭扑面而来。踏入客厅的瞬间，众人终于找到了恶臭的源头，不少人当场忍不住反胃呕吐。参与现场勘查的资深法医曾处理过无数腐败遗体案件，见惯了各种惨烈场面，却在此刻惊呼，他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见过如此骇人的画面。事后，这位法医整整1周无法进食、入眠，甚至止不住的哭泣。时隔2年回忆起此事，他依旧哽咽到说不出话。客厅的沙发上盖着一条绿色毛毯，掀开毛毯的瞬间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一名女子并非躺在沙发上，而是如同融进了沙发里。她瘦的只剩皮包骨，皮肤松弛干瘪，头发凌乱干枯，不时有虫子从发间和衣物里爬出来。严重的营养不良让她身上的衣服宽松的离谱，下身赤裸，双手抱胸，双腿已经严重萎缩僵硬，不知在沙发上躺了多久。沙发皮革严重褪色脱落，凹陷出一个深坑，她萎缩的双腿深陷其中，皮肤竟与沙发皮革粘连在了一起。医护人员初步诊断，女子早已停止心跳。小心剥离粘连的皮肤后，沙发底下的景象让众人再度震惊，堆积如山的排泄物遍布其间，不仅有人类排泄物，还夹杂着老鼠粪便。凹陷的坑里更是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蛆虫。沙发背后的木质地板长期被排泄物浸泡，早已发黑翘起。法医尸检结果进一步揭开了案件的恐怖面纱，女子头发里、鼻腔里爬满蛆虫，体重仅96磅，约87斤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她保持着同一个姿势，在这张沙发上躺了超过12年。长期固定姿势导致她臀部皮肤大面积溃烂，褥疮缠身，骨头外露引发感染，最终因败血症死亡。而解剖发现，她的胃里竟有沙发的黄色海绵碎屑、浸满尿液的泡沫以及自己的排泄物。法医化验后确认，她的最后一餐仅仅是一颗薄荷糖。这名女子名叫蕾西·弗莱彻，1985年11月25日出生，被发现时年仅36岁。她的父亲克利福德·弗莱彻是巴吞鲁日内战纪念非营利组织的成员，在当地颇有声望。母亲希拉曾担任警察、法院书记员，还做过检察官助理。案发前是市议员委员会委员，同样是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夫妇二人常年去教堂做礼拜，在熟人眼中他们是公认的好人，人人都对他们的人格竖起大拇指。正因如此，案发后警方第一时间将嫌疑锁定在这对夫妇身上。2022年5月，克利福德与希拉因2级谋杀罪被逮捕，但夫妇二人的说法却让案件变得扑朔迷离。据弗莱彻夫妇供述，蕾西从小善良可爱，还是一名活力四射的排球健将。但步入青春期后，当同龄人热衷于美甲、化妆、篮球、电玩时，蕾西却沉迷于迪士尼动漫，无法融入群体，逐渐成为校园欺凌的对象。长期的欺凌让蕾西患上了自闭症谱系障碍，在社交、认知、情绪与行为方面出现明显困难。2000年，年仅15岁的蕾西办理了退学手续，开始接受家庭教育。夫妇二人称，从那以后，蕾西便彻底拒绝出门，情况愈发严重，最后连客厅都不愿离开，甚至不肯挪开沙发半步，无论谁劝说都无济于事。为了方便女儿生活，他们特意在沙发旁放置了一个简易马桶。夫妇二人的辩护律师史蒂芬·莫更是强调，希拉每天都会回家陪女儿共进午餐，甚至每晚都和女儿一起睡在沙发上。案件曝光后，小镇居民与教堂信徒纷纷写信给司法机关，为弗莱彻夫妇担保。信中反复提及他们爱死了自己的女儿，愿意为她付出一切。凭借这些声援，夫妇二人各缴纳30万美元保释金后，成功获得假释。然而，这些看似有力的证词却处处充满矛盾，根本经不起推敲。首先，若蕾西只是因自闭症不愿离开沙发，为何会保持同一个姿势12年，最终导致骨头外露、败血症死亡？对此，弗莱彻夫妇辩称，蕾西后来患上了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闭锁综合症。这种病的患者意识清醒，但全身瘫痪，仅能活动眼球及周围肌肉，丧失语言能力，堪称清醒的植物人。但检察官对此提出强烈质疑。医学记录显示，2002年，弗莱彻夫妇曾带蕾西看过心理医生，诊断结果为自闭症谱系障碍，这也是蕾西最后一次有就医记录。2010年，夫妇二人曾向医生咨询过闭锁综合症的相关问题，却并未带蕾西前往就诊，因此没有任何确诊记录。
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若蕾西真的全身瘫痪，无法动弹，她胃里的沙发、海绵、排泄物又是如何进入的？难道是饿到极致后的本能行为，还是有人刻意为之？其次，希拉声称每天陪女儿在布满蛆虫和排泄物的沙发上吃饭睡觉，这与她精致主妇的形象截然相反，一个能将房屋外墙草坪打理得一丝不苟的女人，真的能忍受如此肮脏的环境吗？辩护律师的说法被外界质疑毫无职业底线。再者，那些为夫妇二人担保的亲友教友在信中只强调他们爱女儿，却没有任何具体事例支撑。记者走访这个仅有800多人的小镇时发现，大多数支持者都避而不谈，而愿意接受采访的邻居与校友则透露了一个惊人事实：他们与弗莱彻家做了10几年甚至20年的邻居，竟从未知道这家人还有一个女儿。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藏在屋内12年，无人知晓。警方还发现，蕾西被曝死亡的时间是2022年1月3日，而就在案发前的周末，弗莱彻夫妇竟外出进行了一场为期3天的新年旅行。若他们真的如所说般疼爱女儿，怎会将一个双腿蜷缩无法动弹的人独自留在家中3天？以他们的经济条件，难道连一名全天候看护都请不起？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，蕾西身边仅有一小袋薄荷糖，她究竟是靠着什么，在这样的绝境中维持了数年甚至10几年的生命？庭审中，检方抛出了最关键的证据，那通911报案电话。电话里口口声声说爱女儿的希拉，被问及女儿年龄时支支吾吾，最终竟说蕾西31岁，与实际年龄36岁相差整整5岁。一个母亲怎会记不清女儿的年龄？更蹊跷的是，报案电话开头的对话，以及夫妇二人声称的为蕾西做心肺复苏的说法。一名退休法医直言，以蕾西当时的身体状态，皮肤与沙发粘连，骨头外露，早已死亡24至48小时，根本不可能进行心肺复苏。电话里的声音也绝非施救时该有的状态。这桩离奇案件震惊了全美，也让大陪审团高度重视。2023年6月，大陪审团在审查所有证据后，决定对弗莱彻夫妇重新提起诉讼。要知道，能让大陪审团再次起诉的案件实属罕见，足见这对夫妇的行为有多令人发指。2024年2月6日，弗莱彻夫妇为了换取从轻判决，决定对审判不提出异议，检方则将罪名从2级谋杀降至误杀。原本2级谋杀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且不得假释，而误杀罪最高刑期为40年。最终2024年3月20日，法官裁定弗莱彻夫妇误杀罪名成立，判处2人20年监禁。一桩12年的人间惨剧，最终以20年刑期落下帷幕。这个名为屠宰小镇的地方，也因这起案件被永远钉在了舆论的耻辱柱上。而那个被囚禁在沙发上，在黑暗与绝望中凋零的女孩蕾西，她的遭遇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。